哒啦哒啦哒啦哒。大家好，欢迎收看熊哥地图炮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解放军2期登陆作战的那些装备，然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算一个账算一算解放军登陆台湾岛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先来看装备首先呢是这个解放军的2栖步战车，05式2栖步战车，全世界第一，世界第一本来也不是世界第一美国有一个比我们这个个儿更大的但是他那个项目黄了，然后他那个装备的概念呢就是被我们学了就是摸着美国人过河，这个东西呢很牛跟俄罗斯的这个比武呢，我们是明显的甩人家一大截为解放台湾呢量身定制的一款武器它有好几种有2栖突击车、2栖步战车、2栖指挥车，它底盘一样，上面这个炮塔不一样。那么这个东西怎么运呢？它是装在那个726，我们有一个气垫艇这个艇呢叫做野马，05式2栖步战车装2辆，然后就很高的速度，大概40节吧冲滩用的我这个是简化的模型大家多担待如果是我把整个完整的模型都给你放出来的话呢，我这个机器就爆炸了它除了装2栖步战车呢，还可以装坦克，主战坦克，99式的主战坦克只能装1辆，就是这个气垫艇，因为它重这个99式这个主战坦克55吨那个2栖步战车是35吨。这个99式坦克这个个头看起来也不是很大但是它为什么这么重呢？当然这么重了，它就是个铁疙瘩装1辆。那么我们从乌克兰这个曾经进口过这个野牛这个气垫船，这个野牛呢比我们这个野马726呢就大多了，不太容易看得到这样的对比专门做给大家看。那么这个野牛呢，它可以装2辆，它也只能装2辆99A 主战坦克另外再装360名士兵，360名这个跟大家简单算一下2辆主战坦克是110吨，55乘以2 110吨，然后这个士兵呢，一个士兵是多重呢？大块头嘛，一般都是这个1.9米的大块头，像那个莱昂就是个大块头我第一次见到他吓一跳，1.9米，我问他是不是1.8米几，他说1.9米，这样的个头他肯定是，我觉得80-90公斤肯定要有吧，80-90公斤，90公斤我觉得差不多有，再加上这个钢盔、防弹衣，背上个枪，然后带几颗手雷是吧？然后这个脚上这个大靴子是吧？这个靴子也挺重的，一个士兵100公斤，估算100公斤，10个士兵1000公斤，就1000千克就是1吨，10个士兵就是1吨，那么100个士兵10吨，300个士兵30吨，30吨不够1辆坦克的重量所以为什么会是2辆坦克加360名士兵就是这个原因。那么野牛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野牛和这个726呢不一样，这个野牛呢，大家看这个大小它装到我们的这个大军舰里面是装不进去的。我们这个是071太大了，所以这个野牛呢，它是岸对岸，它不是用这个军舰送的，它就是岸对岸。野牛的速度是最快80节，它可以开，一般我觉得是60节吧。那么台湾海峡的宽度是100海里，我觉得平均得考虑100海里所以这个野牛呢60节开100海里，那么应该是1小时40分钟，1小时40分钟就冲到对岸了，所以野牛是最快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071这个2栖登陆舰这个大军舰，这个071呢，它其实个头就不小了。那么它是这个
后面呢是像这个卡车斗一样啊，它可以带直升机。那么一般的来讲呢，应该是带的我们那个所谓的直升机直八那个直升机。我们平时耳朵里经常听到的呢，就是那个直200太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直八多大啊？看这个视频，直八现在有一个宽体版叫直八 L， 直八 L 呢可以带两个这个驾驶员啊，然后呢另外再带39名士兵，它是宽体的。这个直八直升机载重是4吨，它原来这个载体就是瘦一点的呢，分量是够了，但是不够站的啊，所以现在可以带39名士兵。它一共能带多少个这个直八直升机呢？这个运输直升机呢？带6架，看一下啊，这上头啊，这个机库里面藏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机库里面的4架直八，外面同时起降的是2架，然后下面呢是带这个野马，就是那个726登陆艇，4艘。然后呢，其他的就是带坦克呀、装甲车呀、带士兵呐、带吃的喝的用的呀，全部加起来，估计是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他是这样的，他是先把这个船开到离岸大概1-2海里啊，这个不一定啊，我估计呢要得2海里，我个人认为要2海里，为啥呢？如果是靠近只有1公里，人家说这个最后1公里是靠野马的，其实最后1公里已经进入了对方那个单兵火箭炮的射程。为什么不直接那个陆对陆呢？这个野马可能这个航程还不够，所以用军舰带过去，把这个坦克没办法从这个水面上开过去的坦克给送上去。那个05式2栖突击车呢，那个呢，它其实就是个船啊，它把它这个前面这个挡板啊，我们再看一眼，它把前面这个挡板给它放下来以后呢，它就是个船啊，光用2栖突击车呢也不行啊，坦克也得有。所以它这个过程就是先把这个071开到某一个位置吧，然后这个直升机直升机开始往岸上装人，一边就是下面是这个坦克啊2栖突击车一块往岸上冲啊，就是这样一个装备。这个大军舰，那么这个071咱们有多少艘呢？应该有8艘，其中6艘已经是就是列装了，还有2艘呢快要造好了，基本上也差不多到位了已经，所以都给它算上8艘。8艘是啥概念呢？8艘就是8个营。好，看一下这个075两栖攻击舰，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小吧，差不多，这个212米，这个是237米，差不多。075呢，网上说是36000吨吧，网上这个数字呢我已经闹不清楚了啊，我看的资料太杂了啊，搞不清楚了，有说4万吨的，有说36000吨的，有说39000吨的，不知道了。这个071呢是26000吨的，29000吨的，不知道啊。但是总的来讲呢，肯定是075要大一点，075比它大1万吨，这个我就认为是跑掉的这个数字1万吨，1万吨嘛，那么就是直升飞机了。好，看一下这个直升飞机啊，这个075直升飞机呢，这个甲板上是可以放6架，然后肚子里面呢可以藏一共是30架，估计值，根据大小咱们估算的，我算不出来，但是我可以验证一下，我在这个图上验证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好，它这个075可以装哪些直升机呢？就是这个呢，我们就要聊一聊解放军现役的这些直升机了啊。首先这个最近的，我们看这个最近的这一架，就是直10攻击直升机。哎呀，这是我好喜欢这个啊，这是好喜欢，好想拥有。跟那个阿帕奇差不多。好，这个直10呢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看后面还有一架攻击直升
后面的，后面的呢左边这架呢是直9，然后这边这架呢直19，直19，他们其实是哥俩啊，差不多的，应该是拿这个直9改的吧，这个是19，这个直9呢，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导弹啊，这个直升机导弹，它是在这个原来的这个机身上面硬装了个架子，这个架子呢，它不是纯天然一体的，它是后装上去的，然后呢，它只能装左边4枚，右边4枚，8枚导弹。那这个直19呢是专门用于这个攻击的，它就是个攻击直升机，所以它这个地方呢还可以挂那个机炮啊，它跟前面的那个差不多啊，跟这边的这个直10差不多啊，都是带机炮啊，然后导弹数量也一样，就是8枚。但是这个直19呢个头小一点，比一下大小，是吧？这个直19小一点，这个很多这个军迷啊，这个你们看了很多图片，你们不太容易把这些装备都放在一起，是吧？我今天让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角度，都放在一起看看啊。这个直19，好，我们再到这个后面啊，后面这里，这边这个直8啊，直8刚才已经看过了，直8有一个升级版呢，就是直18。这个直18呢，反正仅从外观来看是看不出什么道道了，差不多都差不多，在这个伪军迷的眼里就是一样的啊，一样的。直18呢就厉害了，现在呢在那个辽宁舰上面呢，好像是做预警机用的。那辽宁舰预警机那个固定翼的预警机也不过刚刚才上舰试飞成功，所以这个东西呢放在小平顶上估计也是个预警机，小平顶也是需要预警机的。好，中间这个小家伙啊，这个模型呢也多少有点小问题，直20，所以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直20是个啥个头，它比这个直8要小啊，要小很多呢。装个10几20个人了不得了，10几个人，跟美国的黑鹰差不多。看下面啊，看这里，装30架嘛。我觉得这个顺序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大家注意这个措辞，我说我觉得，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未经证实，仅仅是我个人猜想啊。我比较严谨啊，凡是我确定不了的，我都会加一句我觉得啊。有很多人都会在我的这个账号里面跟我这个胡咧咧啊，我就很生气。我这个账号只能有一个人胡咧咧啊，那就是我。所以你们不要在我账号里面胡咧咧。如果是确实我讲错了，确实我讲错了，有人提出来了，那么这个我抵赖不了，因为这个证据都在，是吧？那我就会这个假惺惺的把你置顶啊，然后我承认错误，这样呢显得我很这个从善如流，是吧？但如果你这个你也是2把刀，你也不是很懂啊，你就上来就跟我胡咧咧说我讲错了啊，我就会非常非常生气，逮到机会呢我就会怼你啊，我如果不想怼你呢，那就真的要删除了啊，拉黑了。但是大家也不要紧张啊！上次有一个网友呢，这个指出我的错误了，就是那回那个米26那回，米26的图片我放错了，然后他提出来了，然后我赶紧去查证一下。等我查证完了回来一看呢，他给我的那条留言呢，他自己删掉了。哎，他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你说的对呢，这个就没必要就说这么怂掉了啊。你说的对，你就留着啊。我根据网上流传的一些这个资料呢，它显示呢就是3艘这个726，然后后面装了坦克。我觉得呢，在这个舱门口这个位置呢，是那个2栖的突击车。这个船开到这个地方以后呢，把这个舱门一打开呢，最先冲出去的是这个自己能开的这个又当船又当坦克用的这个突击车。他冲出去以后呢，然后是这个气垫船，气垫船上已经装好了坦克，再冲出去，最里面这个不能出去的坦克就在这儿等着，然后这个突击车呢
往岸上冲。那我个人认为呢，离那个岸呢是2海里，所以这个野马呢它的速度是40节，所以应该是3分钟冲到啊。当然我估计它不一定是一下子就能达到40节，那么我觉得它跑一趟要5分钟，5分钟到岸上。等5分钟，去5分钟，回来5分钟，就10分钟过去了。10分钟之后，第2波坦克再上去，就这么慢。这中间要差了10分钟，那么估计要装个20-30辆坦克吧，总要如果是全装坦克，它当然也可能是全装这个054两栖突击车，这个我觉得不能讲这么细了啊，再讲这么细呢，就肯定不对了啊，就算对了啊，对了就更完蛋，对了的话，我就是属于这个无意中就泄密了啊，不能对啊，错了才好呢啊。我们就说这个坦克啊，这个坦克大概20-30辆吧，20-30辆，一次3辆跑10趟，就是这个气垫船要跑10趟，一趟来回10分钟，10趟100分钟，1个半小时就过去了，所以没那么快啊。这个075呢，就是到达跨海峡呢，应该是它是25节嘛，4个小时再加往这个岸上搬运的这个过程5个小时，5个小时才能完成，5个小时搬完了，然后开始返回。好，我们看一下这个075多少艘啊？这个075呢，我画了8艘啊，因为最近有情报出来了，说是要造8艘。那实际上呢，目前入列了就2艘，大家都知道也刚刚海试嘛，但是这个入列我估计也快了啊。第3艘正在造，已经造好了。其实我们目前能实实在在看得到的，在外面看得到的有好多爬墙党，你们能看到的3艘是肯定能看到的。比一下这几个军舰大小啊，这个075啊，这个071，然后这个小家伙072啊，072也不错啊，072。再比一下这个072和其他军舰的这个大小啊，旁边这个野牛呢，刚才已经看过了啊，2辆坦克，2辆991，再加360人。这个072呢，装甲车啊，装这个034两栖步战车呢，054两栖步战车呢，装11辆。这个大家可以就是折算一下嘛。这个991坦克呢是55吨，这个054呢是35吨，所以应该是3:2的关系。也就是说，装2辆坦克等于装3辆装甲车，这11辆装甲车，那么可以装3到4辆坦克，就991坦克。这个船呢其实是可以装坦克的，为啥呢？这个船呢它可以冲滩，这个072呢可以冲滩，冲到滩以后船头呢这个大舱门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因为这个船头已经冲到这个滩岸上了嘛，那这个坦克就从里面开出来就完了。我个人认为尽量装坦克比较好，因为那个054比较好带过去直接开出来，它就自己能上岸了。像这个坦克的话就比较稀缺，因为有的人说你不要坦克了，直接就054，那不行，后面还要打巷战的，打巷战的话，巷战呢，我现在了解下来呢，巷战就是拆房子，巷战就是拆房子，所以用什么拆呢？你用这个小坦克，用这个小炮打，不行，你得要用重炮啊，重型坦克啊碾过去，那才拆得干净啊。好，看这个啊，这个072呢是多少艘呢？30艘啊，有的说是31艘，有的说是28、9艘，不知道反正平均下来30艘吧。我不想说的太仔细啊，因为我没办法说的太仔细，我不知道。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个，刚才072 30艘啊，这还有一个这个073更小，比这个072更小。073这个船呢，已经快要淘汰了。为啥呢？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慢，速度大概是14节啊，14节。那个072的速度是18到20节左右，还凑合。18到20节呢，
马马虎虎呢也是5个小时就可以到岸边，因为它不需要用野马气垫船去转载去转乘，所以它可以直接冲滩，所以它节约点时间5个小时。但073就不行了，073呢这个目前呢有10艘，这个10艘呢渐渐的就要被替代，但目前就如果今天要打的话，或者明天要打的话，我知道我们网友都很着急，恨不能今天晚上就动手了。只能用073，但是073确实很慢。前面的这个075啊071，他们那一波回来以后再去这个073才刚刚差不多啊，10个小时，至少10个小时到对岸。除了这个073呢，这还有一个更小，装6辆装甲车，装6辆装甲车，刚才折算过了，相当于4辆坦克啊，4辆坦克，就是这个074这个。这个模型已经被我简化了，简化的很厉害，几乎看不出样子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准确一点的模型。它呢，就是它这个前面船头的这个甲板可以放下来，理论上它好像是也能冲滩，所以它可以装那个坦克。好，现在总的来看一下这个盘点一下啊，一共是多少艘？目前来算啊，如果今天打的话，今天晚上动手的话，2艘075，我估计应该是各带1个营吧，一个加强营，它的装载量跟这个071差不多，另外是带直升机的，然后底下这8艘071 8个营，加起来10个营了吧，10个加强营，那就是1个旅啊，1个合成旅。这个野牛呢有4艘。这个野牛呢，这个国内有自媒体也说了这个信息，不知道真的假的，说有6艘了，咱们也不吹不黑是吧？4艘就4艘，4艘的话，应该是1个加强营，1个营，我觉得是1个营。然后后面是这个30艘这个072，30艘072呢应该是6个营，刚才已经看过了，应该是一艘可以装2个连嘛，那么它5艘就是10个连，5艘就是1个营啊，一个合成营啊，10个连的合成营也是很强的营嘛，是吧？这个10艘营073呢是1个营，然后这个074呢1个营，那么就是加起来应该是20个营，差不多是2个旅多一点，应该是接近3个旅，3个合成旅应该是在2万人左右。那我们想一下，如果是我们看地图啊，都在这个沿海集结了嘛，过去要5个小时啊，最快5个小时，5个小时我们准备怎么弄呢？如果是我安排啊，我就安排在晚上10点钟出发，然后5个小时到凌晨3点钟开始冲滩，那半夜对面得起来啊，咱们这些兵呢肯定是睡不好了，我们肯定睡不好，所以对面也别睡，也别让他睡得好，是吧？我安排就是10点钟出发，前面这一波把兵送上去以后呢，回来4个小时，回来以后再装船的时间加起来至少也要1-2个小时吧，那么10个小时以后才能等到第2波兵力输送上去。台湾这个战区呢，它3万多人呢，3个合成旅，我觉得还有点吃紧。我希望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士兵都已经上去了呢，在你的后方呢，源源不断的、不停的有新的部队上来，那心里就踏实了。另外呢，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075呢，只有2艘，我觉得不够，我觉得那个8艘我很期待，我希望那个8艘都到位。我们想一下，如果那个8艘到位了，又增加了6条船，6条船就是6个营，再增加6个营。这个071呢，在网上有专家就是我看有一些视频，专家说这个071起码得搞到20艘是吧？那我听出来了，比较理想的啊，不是计划，比较理想的不是3个旅，最好上去6个旅，再翻一翻，把这个规模再翻一翻，把下面的
这个073、074都给它淘汰掉，全部换成071和075，那就美了，那就完美了啊！第一波上去就4万人到5万人，就远远多于台湾的北边这个占据的3万人，再加上这个一艘上面20架支持，8艘的话就是160多架直升机，那够了，那肯定够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除了这个运兵呢，还有一个混装船，民用的混装船。民用的这个混装船呢，其实是经常要用的，美国人也是要用的。那个混装船呢就大了，速度也挺快，越大的速度越快，应该也能达到20多节、25节至少吧。跟这个075速度差不多。然后那个船呢，因为它需要港口，所以有一个打法呢，就是先去夺一个港口。我好像是又有新的课题了啊！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做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